科学家发现，只要在睡前做对一件事，体内的生长激素居然能暴涨 1600%。史丹佛大学的专家更指出，人在30岁之后更需要把握睡前这个关键习惯，因为它能启动我们身体的代谢修复机制，使老化的步伐放缓，生长激素暴涨16倍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背后藏着什么原理？我们真的能靠一个简单的睡前习惯，让体内重拾年轻时的活力吗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话题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生长激素是什么。生长激素 Human Growth Hormone 简称 HGH 是由大脑的脑下垂体分泌的一种荷尔蒙。顾名思义，童年和青春期时它让我们长高长壮，但别以为成年后它就没用了。其实到了成人阶段，生长激素摇身一变，成为维持年轻状态的秘密工程。它帮助修复每天受损的细胞和组织，促进肌肉生长，强化骨骼，分解多余的脂肪，同时提升新陈代谢。生长激素几乎是全身荷尔蒙的总指挥，堪称人体的抗老化荷尔蒙。它能大幅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和三酸甘油酯，增加肌肉的力量和耐力，甚至肌肉细胞的数量，还能提升骨质密度，减少体脂肪，增强免疫力。你会发现，生长激素的作用几乎涵盖了变年轻所需要的一切，让皮肤更有弹性光泽，让体能和精神更佳，甚至让情绪更稳定，记忆力更清晰。难怪生长激素常被称为年轻荷尔蒙或青春因子，它是我们体内自带的隐形医生，每天夜里默默为我们进行着维修保养。生长激素和睡眠关系密切，每天大约有5到8次生长激素的脉冲式分泌高峰，而其中最大的一次通常发生在入睡后不久的深度睡眠时期。也就是说，夜晚入睡后的第一段深层睡眠是生长激素大量涌出的黄金时段。如果你晚上熬夜不睡，或是睡眠片段浅显，那就等于错过了身体修复的最佳良机。你或许听过一句俗语，孩子要早睡才会长高。科学道理就在这里，因为晚上10点到凌晨2点左右是生长激素分泌最旺盛的时段，熟睡的孩子正在体内上演着生长激素的魔法，刺激骨骼生长。所以对成年人而言，充足而有品质的睡眠同样重要。睡得好，身体就在偷偷变年轻；睡不好，生长激素分泌不足，日积月累下来，自然老化得更快。然而，到了30岁左右，我们体内的生长激素分泌开始走下坡。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，年过30之后，体力大不如前，熬夜一天要好几天才能恢复，运动后肌肉酸痛更久才消，就连皮肤伤口都觉得愈合得慢了。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生长激素的自然产量减少了。科学研究指出，生长激素是人体内衰退速度最快的荷尔蒙之一，一般的荷尔蒙可能要到60岁才会减少一半，但生长激素大约在30岁时就只剩年轻时的一半分泌量。换句话说，30多岁的我们体内青春修复力只剩下20岁时的约一半，等到了60岁，生长激素可能跌至年轻时的20%左右。想象一下，年轻时身体每晚都有源源不绝的生长激素，帮你补漆、打扫战场，但步入中年后，这些勤奋的工人走了一大半，修复速度自然就跟不上破坏速度了，代谢变慢，发福变胖，肌肉流失，精力不济等等中年危机，其中就有生长激素不足的一份功劳。正因为生长激素对维持年轻状态如此重要，人们一直在寻找让它维持高水准的方法。有些人动了邪念，干脆直接外源性补充，也就是打生长激素针剂。市面上确实有抗老诊所鼓吹生长激素疗法，声称能增肌减脂、回春返老。然而，专家警告，别以为打一针生长激素就能变年轻，这种做法风险很高，价格昂贵，且未必真能让你长寿。过多的生长激素和 IGF 一种生长因子，在体内反而可能引发慢性发炎，提高糖尿病、高血压的风险，甚至可能增加某些癌症几率。临床上有种病叫肢端肥大症，就是患者体内自己分泌过多生长激素，结果反而容易心脏肥大、血糖失调、肠胃息肉等等。所以生长激素不是越多越好，
而是要在正确的时间点大量释放，平时维持适当水平，才能发挥正面作用。简单说，我们想要的是生长激素的脉冲高峰，而非持续偏高的异常水平。因此，比起外来硬灌，让身体自然地在该分泌的时候大量分泌，才是安全有效的养生之道。那么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自然提升中年之后的生长激素分泌呢？幸运的是，答案是肯定的，而且不止一种。我们的生活习惯其实深刻影响着荷尔蒙的分泌节奏，只要方法对了，30岁以后一样可以唤醒沉睡的生长激素。以下是几个大家熟知但经常忽视的关键：规律的力量训练或高强度运动。当我们进行激烈的运动时，尤其是重量训练、冲刺跑这类短时间高强度的运动，身体会出现一阵生长激素峰值。比如做深蹲、硬举等大肌群训练时，肌肉纤维受到刺激而轻微撕裂，脑下垂体收到需要修复的信号，就会释放更多生长激素来促进肌肉修补和增强。这也是为什么爱运动的人普遍看起来比较年轻健康的一个原因，因为他们经常触发生长激素的分泌。当然，运动的益处不仅如此，但生长激素的确是重要的一环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太靠近睡觉时间的剧烈运动反而可能让人亢奋，难以入睡。所以最好将运动安排在睡前几个小时以前，给身体时间平复。同时，运动后的放松和伸展有助于在睡眠时更好的恢复。适度而规律的运动等于不断给予身体年轻化的刺激。充足而良好的睡眠，前面提到，深度睡眠是生长激素分泌的大本营，因此遵循人体生理时钟，尽量在晚间11点前入睡，并确保7到8小时睡眠，可以最大化的利用生长激素的午夜盛宴。反之，经常熬夜或睡眠不足，生长激素分泌总量会明显降低。有研究显示，睡眠严重不足的人，生长激素释放可能比正常作息者低30%以上。不仅如此，长期的睡眠不足还会干扰体内其他荷尔蒙平衡，使代谢变差。因此，要想保持代谢旺盛、老化减慢，请把好好睡觉当成第一要务。睡前放下手机和烦恼，给自己一个安静昏暗的环境，让生长激素在夜里尽情施展它的魔法吧。避免睡前进食、间歇性空腹。你或许不知道，饥饿状态本身就能促进生长激素。当我们空腹时，胃里分泌的饥饿激素 ghrelin 会刺激脑部释放生长激素，这被认为是身体在饥荒时期的一种自救机制。提高生长激素有助于燃烧脂肪功能，同时保护肌肉和重要器官不被分解。因此，适度的饥饿反而对抗老有利。日本一位抗老名医甚至说过，空腹是最强的抗老良方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要大家挨饿，而是提倡不要睡前吃东西，以及尝试间歇性断食等方法。比如，晚餐提早在傍晚6、7点吃，睡前4小时内不再进食，让肠胃和血糖处于平稳偏低的状态入睡。这样一来，夜间深睡时，生长激素的分泌会更多、更顺利的发生。而间歇性断食，例如16小时不进食，只在8小时窗口进食，也被证明能提高基础生长激素水平。据一些研究，断食24小时后，人体的生长激素浓度会显著上升。一方面因为血糖下降刺激了生长激素，另一方面因为身体需要靠分解脂肪产生能量。简单来说，偶尔让身体处于2:2的状态，可以启动我们体内的荷尔蒙自我调节机制，让生长激素挺身而出，执行保护任务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从戒掉宵夜做起。如果睡前肚子饿，可以喝点温水或无糖的茶，但尽量不要摄入热量，忍一忍，让身体保持空腹状态入睡。第二天早上，你不仅会更容易饿，代表前一晚脂肪燃烧得不错，长期下来也许还会发现体脂逐渐减少，精神变好，这其中少不了生长激素的功劳。以上这些方法，运动、睡眠、空腹，都是自然提升生长激素的途径。你可能或多或少已经听过或尝试过，但今天我们重头戏还不在这里，而是一项来自科学前沿的惊人发现。史丹佛专家揭示，只需善用热的力量，
就能让生长激素在短时间内暴增10数倍，远远超过运动或空腹所带来的增幅。没错，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开头提到的让生长激素暴涨 1600% 的秘密武器——高温浴桑拿。也许你会问，泡个桑拿浴真的有这么神奇？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有科学家对桑拿浴中的人体反应产生兴趣。毕竟在北欧国家，尤其是芬兰，人们几个世纪以来都热爱蒸桑拿，并且流传着桑拿浴能促进健康、延年益寿的说法。然而直到近代，我们才有仪器和技术真正测量出桑拿对人体内分泌的影响。而测量结果一出，连科学家自己都跌破眼镜。高温环境下，人体生长激素的分泌量大幅飙升。其中一项研究中，受试者在高温下待了一定时间后，生长激素水平较平常上升了足足16倍之多。16倍是个什么概念呢？这几乎相当于让一个中年人体内的生长激素瞬间回到青春期水平，甚至更高。难怪有人把桑拿浴比喻为生长激素的强心针。更戏剧性的是，这种荷尔蒙飙升并非发生在睡梦中，而是人在清醒泡桑拿的过程中就已经启动，仿佛身体误以为自己又回到了生长快速的年轻时代，于是倾泻出一波旺盛的修复力量来应对。接下来让我们具体看看科学家是怎样达成生长激素暴涨 1600% 这一壮举的，以及为什么高温会有如此效果。我们不妨一起想象一个场景，你走进一间木质的蒸汽室，里面热气蒸腾，温度高达摄氏90度左右，仿佛置身炎热的烤箱。刚开始的几分钟你觉得放松又舒适，但很快的身体开始疯狂流汗，心跳加速，皮肤发红，你感到呼吸也有点急促。这时你的大脑其实已经拉响警报，高温对人体而言是一种压力，热应激如果持续太久可能危及生命。于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身体的自救机制全面启动。这与运动和饥饿在本质上有相似之处，都是给身体一点压力，促使它做出适应性反应。首先，为了散热，心跳加快，血管扩张，你可能感到心脏砰砰跳，全身血液循环都变快速。接着，脑下垂体，恐慌地分泌出生长激素，因为生长激素有助于保护细胞，减少蛋白质分解，确保在极端环境下，肌肉和重要组织不会被轻易破坏，同时动员脂肪供能，让身体有燃料对抗压力。可以说，生长激素在这时充当了守护者的角色，帮助我们的细胞耐热、抗压，迅速修复可能的损伤。与此同时，高温还刺激体内产生热休克蛋白 heat shock protein， 这些分子就像细胞内的急救员，可以帮助修复变性或受损的蛋白质结构，避免细胞受到高温破坏。生长激素的暴增配合热休克蛋白的作用，让身体在高温逆境中不但没有崩溃，反而在隐隐积蓄力量。10分钟、20分钟过去了，你感觉实在热得受不了，赶紧走出桑拿室。外面的空气顿时让你如释重负，整个人感到轻飘飘、昏沉沉，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愉悦的放松，这是脑内啡。内啡肽在高温应激后大量释放的效果，难怪很多人虽然在桑拿时感到煎熬，结束后却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愉悦和平静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你看不见的体内，此刻生长激素的水平正处于高峰，正奔赴全身各处执行修复和代谢的任务。上面的描述只是一次典型的桑拿体验，而科学家为了探寻生长激素的极限增幅，设计了更疯狂的实验流程。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，受试者被要求在1天之内执行多次高温浴循环。他们先在约80到100摄氏度的干燥桑拿室中待30分钟，期间经历了前面描述的身体变化，接着出来休息，冷却大约5到10分钟，让体温略微下降，然后再次进入桑拿室30分钟，让身体经历第2次的极端考验。这样2轮下来，其实已经相当不容易了。大部分人平时泡个20分钟，桑拿就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，更别说2次各30分钟的马拉松式蒸烤。然而，为了追求最大效益，研究人员安排受试者在当天稍晚时段再重复2轮同样的流程。也就是说，
一天之内总共进行了4次30分钟的高温暴露，中间都有休息降温。可以想见，参与者仿佛经历了一场火焰山历险，身体被推到耐受的极限。但正是在这样极端的热应激下，体内的生长激素被彻底激发出来。研究结果显示，在结束最后一次桑拿后，受试者的血液中生长激素浓度比实验开始前激增了16倍之多。这正是开头所提到的惊人数据 1600% 的提升幅度。科学家们几乎不敢相信这样的结果，他们反复确认实验数据，最终证实高温对生长激素的激励效果远超预期。这项发现震撼了医学界，也难怪有人戏称桑拿房里藏着中年人的青春泉。那么，我们是否只要每天泡桑拿就能永葆青春呢？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我们需要对这个生长激素大爆发的方法有一个正确认识和掌握。首先，那种4轮高温的实验流程对身体负荷极大，绝不适合一般人经常操作。研究人员其实也强调，为了达到那16倍增长，他们使用的是间歇性高温疗法，也就是偶一为之，不要天天做。因为如果太频繁，身体会产生适应性，反而令生长激素不再明显飙升。换句话说，你天天蒸桑拿，身体可能见怪不怪，觉得又来了，那就不会每次都给你那么大的荷尔蒙反应。史丹佛的大脑科学家就建议，利用桑拿提升生长激素的话，1周1次左右就够了，而且要选择正确的时机才能事半功倍。根据专家的建议，最佳时机就是在一天中稍晚但又不会太接近睡觉的时段，并且要保证你在进桑拿前已有2到3小时没有进食。为什么要半饥饿状态呢？前面说过，血糖偏低时生长激素原本就比较容易释放，所以不要吃饱饱去蒸桑拿，空腹或半空腹时做效果更好。而把桑拿时间安排在晚上还有一个好处，桑拿后人体体温逐渐下降的过程会让人感到昏昏欲睡，正好与我们夜间的自然降温节律吻合，帮助你更快入睡并进入深层睡眠。你可以想象这是一种配合，桑拿提供了一剂强力的生长激素启动器，随后的深度睡眠则是维持器，让刚刚刺激分泌的大量生长激素持续发挥作用，完成身体的全面修复。实际操作上，如果你想尝试这个方法，可以根据自己身体状况量力而为，并不一定要做到研究中那么极端才能受益。研究显示，其实只要2轮高温循环就已经会带来相当可观的生长激素提升。例如，很多芬兰人习惯每周来2-3次桑拿，他们典型的做法可能是每次20分钟高温，出来冲个冷水或室温，休息10分钟，再进去20分钟。这2轮结束后，他们生长激素的浓度也会显著高于平时，虽然未必达到16倍，但几倍增长是可以期待的。甚至有研究指出，每天2次15分钟的干蒸桑拿，温度约80到90摄氏度，连续几天后生长激素水准平均提高了5倍，听起来也很不错了吧？所以对一般人而言，每周选1-2天，在晚饭后隔2小时左右，睡前1-2小时之前，洗个热乎乎的桑拿或蒸汽浴是相当有益的习惯。哪怕你没有正统的桑拿设备，家里泡热水澡也能部分模拟效果。重点是让身体发热出汗，时间至少15到20分钟，使心跳微微加速，这样才能启动那套热应激荷尔蒙反应。同时也要注意安全，第一次尝试时温度不要过高，时间不要太长，循序渐进的让身体适应。桑拿期间一定要补充水分，防止脱水。如果感到头晕胸闷，就应该立刻出来休息，不要逞强。对于有心血管疾病或其他严重健康问题的人，开始这种高温疗法前最好咨询医生。另外，男性如果正计划生育，要知道频繁高温可能暂时影响精子质量，因为高温会让睾丸制造精子的效率下降，虽然停用一阵后会恢复，但也算是需要考量的点。总的来说，安全且适度的使用桑拿，对大多数成年人，尤其是30岁以上的人，会是一件值得尝试的养生策略。在高温和随后的冷却过程中，其实还有一个小技巧可增进效果。研究发现，如果在桑拿休息期间进行冷水或冰水的浸泡，冷暴露，也就是所谓3温暖交替，
可能让代谢和荷尔蒙反应更加活跃。想象你蒸到大汗淋漓，冲进冷水池，那种瞬间冰火两重天的刺激，让身体的交感神经高度兴奋，血管剧烈收缩，这等于在给生长激素的分泌踩一脚油门。因此，有些爱好者会采用热冷交替法，例如桑拿10分钟，冷水浸泡或冷水淋浴2分钟，再回桑拿15分钟，如此往复几次。不过，这对意志和身体都是更强的挑战，一般人量力即可。就算不冲冷水，单纯在室温下休息，让身体自然冷却，也同样能获得高温后的益处。所以不用勉强去冰水池报到，只需知道冷却过程也是整个疗程的一部分。千万别一出桑拿就急着把自己裹在厚毯子或吹热风，那样反而减弱了身体适应温差的训练效果。正确的做法是在休息时让身体彻底凉下来，停止流汗，再进行下一轮或准备上床睡觉。当然，泡完桑拿，适度的喝点凉水，擦干身体，然后静静躺着放松，会觉得舒爽无比。这时，如果闭上眼睛小憩一会，你可能会不知不觉睡着，而且一觉到天亮都不会再醒来，那正是深度睡眠的美妙礼物。等你早晨醒来时，或许会发现肌肉的疲劳感减轻了，精神特别饱满，皮肤也透着红润光泽。长期坚持下来，你可能还会发现体脂降低，肌肉线条变明显，平时小病小痛都减少了。这些变化的背后，都离不开生长激素提高所带来的身体彻底修复和代谢优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科学家也注意到，常蒸桑拿的人在其他健康方面也表现突出。例如，一项对数千名芬兰中年男性的长期追踪研究发现，每周规律桑拿的人，罹患心血管疾病和某些慢性病的风险明显降低，总体死亡率也低于很少桑拿的人。这固然与桑拿促进血液循环、降低压力等作用有关，但生长激素的贡献或许也是一环。毕竟，生长激素能够减少有害胆固醇，改善心脏功能，促进脂肪分解，这些都利于预防心血管问题。再比如，有运动科学家发现，运动后泡桑拿可以提升耐力和肌肉适应性，甚至有报告指出，在高温环境下训练几周后，运动员的血红细胞数量和血浆量都有增加，耐力提高明显。这些都说明，高温作为一种良性压力 ，hormesis 确实能引发身体一连串正向适应，它激发我们体内潜藏的潜能，使我们变得更强健、更抗老。生长激素的剧增只是其中最亮眼的一个指标，还有许多其他伴随的变化，例如热休克蛋白、内啡肽、胰岛素敏感性的改善等等，这些都在默默为身体健康出力。所以，不妨把桑拿视为一种全身性的锻炼，不是肌肉在动，而是细胞和内分泌系统在流汗。每次高温浴后，你的细胞都被打磨得更坚韧一些，你的荷尔蒙协调得更平衡一步，长期下来，积累的好处自然非常可观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30岁后睡前养成的黄金习惯：规律运动、良好睡眠、空腹控糖，再加上偶尔的高温疗法。运动给刺激，睡眠做修复，空腹促分泌，而高温浴则像是给生长激素踩油门，让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来一场猛烈爆发。这几招相辅相成，共同守护着我们的代谢健康。试想一个典型的场景，你在傍晚下班后进行了30分钟的重训或有氧运动，消耗掉一些热量，晚餐清淡适量，并在睡前4小时结束进食。之后泡了一场舒舒服服的热水澡或桑拿，让身体微微疲惫却放松，然后你早早上床，不被手机打扰的进入梦乡。整个夜里，你的身体仿佛在进行一场隆重的维修盛宴，运动造成的肌肉微损伤，在生长激素的指挥下迅速修复，甚至变得更强壮。晚餐没有过量的热量干扰，此时生长激素正分解脂肪提供能量，你的肝脏在合成年轻时才有的高水平 IGF 一类胰岛素生长因子，生长激素的好搭档。免疫系统也在深睡中被重振，清理掉日间积累的病菌和细胞废物。这一夜过后，你等于变相年轻了一点点。虽然你早上一照镜子不会突然返老还童，但内在的变化日积月累，半年1年后再回头看，体态、精神、
肤质，甚至体检数据，或许都会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改善。这就是代谢修复的力量，也是科学生活方式给我们的回报。最后，我想强调，衰老固然无法抗拒，但我们可以改写衰老的速度和质量。30岁以后，很多人体会到岁月在身上留下的痕迹，不免有些焦虑。然而，了解了生长激素的秘密后，我们知道，原来体内还藏着这样一股强大的复原力，可以透过简单的习惯来调动。史丹佛的研究只是一个开端，未来我们或许会发现更多唤醒青春的奥秘，但我们不必等未来，从现在开始就能实践这些科学原理。早睡一点，动一动，多流汗，少吃宵夜，每一项看似普通的建议背后，其实都有深厚的生理学道理支撑。我们的祖先可能早就明白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劳其筋骨，而后安其身的智慧，如今被现代科学一步步验证。现在你已知道那让生长激素暴涨 1600% 的关键秘诀，睡前善用高温疗法，为身体按下恢复加速键。当然，你未必要每次都追求16倍那样的极致，只要开始重视并利用这个方法，你就再给身体送上一份大礼。岁月流逝不可逆转，但透过智慧的生活方式，我们可以更从容地驾驭时间，让生长激素成为你的隐形盟友，在你熟睡时修补一切疲惫和磨损。当明天太阳升起，你会感谢昨晚努力为健康投资的自己。从30岁开始的每一个夜晚，都请记得睡前做对那件事，梦里就有奇迹发生。祝愿大家都能掌握这把青春之药，唤醒身体自带的代谢修复力，活出更年轻有活力的每一天。